启禀佛祖，那金蝉子已经成为东土大唐弘福寺的住持，深受僧众的爱戴，法名玄奘。因缘和合，善缘已到，不知尊者可否愿意辛苦一遭，度化那陈玄奘？弟子愿往，但不知此次去东土，师尊还有何吩咐？这一去要踏看路径，不许在霄汉中行，须半云半雾，经过山水，谨记路途远近之数，好去叮咛那取经之人。但人恐善信难行，我再赐予你2件宝贝。这袈裟锡杖可赠予那取经人之用，若肯艰辛来此，穿我袈裟，免堕轮回，持我锡杖，不受毒害。弟子明白。此宝唤作紧箍耳，虽是一样3个，但是各用不同。我有金紧禁的咒语3篇，你扶耳上来。记得了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，你须劝他向善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。他若不听使唤，可将此箍戴在他头上，自然见肉生根，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，眼胀头痛，脑门接裂，管教他入我门来。师父，前面放光之处就是五行山了。哦，那大闹天宫的神猴就是压在这里呀。正是。勘探妖猴不奉公，当年狂妄逞英雄。是哪个在山上吟诗？欺心借俺老孙的短诓蟠桃会，大胆私行都率功。10万军中无敌手，9重天上有威风。自遭我佛如来困，何事书生再显功？猴头，哦，你可认得我吗？认得，你不就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吗？哎，你不在南海念那个阿弥陀佛，跑这儿干什么来呀？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从此经过，特意留步来探你。哼，那如来哄了我，把我压在这山下500年，无法脱身呢。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救救我吧！你这厮罪业弥深，救你出来，恐你又生祸害，反为不美。
我知错了，还望菩萨指我条门路，救我出去吧。你既有此心，带我到了东土大唐国，寻一个取经的人来，叫他救你。你给他做个徒弟，皈依佛门，再修正果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！只要能出去，凭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愿意呀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安心等候那取经人，他自会教导你怎么为人处事，你就别再抱怨无人教导于你了。官爷别走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还没跟我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呀？你不是也来哄骗我老孙的吧？啊！哎，来看呀，这花多好看呀！这个好。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。哎，这和尚，过来！你这袈裟、锡杖卖多少钱啊？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。哎，你这袈裟穿上能长生不老，还是成祖成佛啊？老子拿去换几顿斋饭，还得碰到傻瓜呆子。滚开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真有长生不死、成祖成佛的宝贝，他也看不出来。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。这是呀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，卖锡杖，卖袈裟。二位师傅，请先不要走。二位师傅，请问这袈裟、锡杖要卖多少钱？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。哦，这袈裟和锡杖有何特别之处吗？为何要卖这么高的价钱？这袈裟有好处，也有不好处，有要钱处，也有不要钱处。何为好处？何为不好处？着了我的袈裟，不入沉沦，不堕地狱，不遭恶毒之难，不遇虎狼之穴，这便是好处。若是贪淫乐祸的愚僧，不斋不戒的和尚，毁经谤佛的凡夫，难见我袈裟之面，这便是不好处。
那何为要钱，何为不要钱呢？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宝，强买强卖，定要他7000两，这便是要钱。若敬重三宝，见善随喜，皈依我佛，承受得起，我将袈裟、锡杖情愿送他，与我结个善缘，这便是不要钱。受教，受教。法师可曾知道，我大唐皇帝正要起建水陆大会，请来长安城内各寺的高僧来讲经说法。依我之见，这袈裟正好赠予最有德行的法师穿用，你看呢？阿弥陀佛。请问施主，可曾听过哪位高僧大德讲过大乘佛法？这小乘佛法听的倒有许多，大乘佛法未曾多闻。小乘佛法度不得亡者超生，我有大乘佛法3藏，可超亡者升天，可度难人脱苦，可修无量寿身，可作无来无去。请问，这大乘佛法现在何处？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，能解百冤之结，能消无妄之灾。法师的身上无此经卷吗？并无，贫僧只得这2样至宝。施主既是要赠予最有德行之高僧，贫僧情愿相赠，绝不要钱。徒儿，将袈裟、锡杖赠与施主。是。且慢，大师，你未曾问过我是何人，就将此至宝相赠吗？贫僧但知你是绝无戏言之人，便足矣。绝无戏言，他知我是当今皇帝，可朕却不知你是何方神圣。皇上，你看，皇上。程途108000里，大乘尽殷勤。此经回上国，能超鬼出群。若有肯去者，求正果金身。多谢观音菩萨显圣点化，朕必先取回大乘经法，再禀丹城，重修善果。各位大德高僧，请看，这2件佛宝乃是观音菩萨赐给朕的。
朕要将这2件宝物赐予那道德高深、佛法精妙之人。哪位高僧愿意率先讲经说法呀？那么，使得大乘佛法者，请再上前一步。果然，我中土之内，确实无究竟之大乘经典。那么朕愿意求一僧人前往西天拜求真经，谁愿意前往，朕愿将这2件宝物全部赠与他。哪位高僧愿意前往西天的？愿担此重任的高僧，请上前一步。那个年轻的僧人是哪间寺庙的？叫何名姓？有谁知道？启奏万岁，这个人是弘福寺的住持，俗名叫陈一，法名叫陈玄奘。陈玄奘，从一开始你就神游天外，完全不理会朕的言行，是何道理？皇上，切莫生气。贫僧只是想不通一个道理，是以没听进皇上的话。哦，那么玄奘法师在想什么深奥的道理啊？方才有只蚊子叮咬贫僧的手，贫僧在想，那蚊子因何叮咬于我？佛法所言，凡事皆有因果。那蚊子会叮咬于我，恐是我累世的债主。难道贫僧就眼看着它继续在6道轮回，永无解脱苦海之时？于是贫僧就想起所学小乘佛法，无非教人如何解脱异己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救茫茫众生啊！哪怕是蚂蚁，哪怕是亡灵，要如何离苦得乐呢？那大乘佛法讲的便是如何普度众生，只可惜此佛经如今只在西天，朕想要派遣一人前往西天求取真经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前往西天求取真经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啊！法师愿意担此重任，跋山涉水，不畏艰险，朕愿与你结为兄弟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不敢，贫僧叩谢陛下。哎，有何不敢？朕这就当着全体文武、所有的百姓，还有诸天神佛的面，与你结为兄弟。来啊，详案伺候。求取真经之事，
有劳你了。陛下，贫僧何德何能，敢蒙天恩眷顾至此？玄奘在佛前为誓，这一去，定要捐躯努力，直至西天。若到不了西天，取不到真经，贫僧至死不悔，永堕地狱。我佛慈悲，定会保佑你成功取得真经。来啊，在。将锡杖、袈裟赠与玉帝圣僧。是。前往西天，光路程就10万8千里，哪年哪月才能到达呀？是啊，想想就让人胆寒。路再长，长不过双脚；天再寒，寒不透人心。弟子听说此去西天路途遥远，路上更多虎豹妖魔，此去有去无回，难保性命啊！是啊，师父。我已发下宏誓，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，至死不悔。师父，那您总要说一个回来的日子吧？或2、3年，或5、7载。但看那山门里头松枝头向东，为师便回，不然断不回矣。你就莫要再伤心了。为师上路以后，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点一盏明灯，燃希望之火，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，远离迷惘，解开疑惑，海天人遨游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欢喜自在心开。玉帝，你来了啊！贫僧何敢劳动陛下亲自送行？哎，你我已是兄弟，为兄难道不该送你一程吗？朕给你准备了一个紫金钵盂，途中化斋而用，还为你准备了2个长形的从者，有银驹马1匹，作为一路上的脚力。谢陛下隆恩。玉帝，雅号如何称呼？出家之人，未敢称号。菩萨有云，西天有经3藏，玉帝可指经取号，就号作3藏，如何？啊，3藏。谢陛下恩赐雅号。贤弟免礼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贫僧去矣，陛下请留步。玉帝，此去路途艰险，玉帝一路珍重，早去早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欢喜自在心开阔，不沾尘埃，菩提静坐，开莲花一朵。
心！大师，您没事吧？多谢好汉救命之恩啊！嗨，不必了，大师。这只老虎我遇到过3次，凶猛得很。敢问大师往何而去啊？贫僧唐三藏，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拜佛取经的和尚。请问好汉高姓大名？啊，我叫刘伯钦，是这山中的猎户。贫僧的2位随从已被猛虎所杀。恳请好汉助我一臂之力，埋葬他们2人吧。嗨，好啊，这也算功德一件呐。师傅救我！师傅救我出去呀！师傅！这是何人在呼叫？啊，这山旧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2界山，一边属大唐所管，另一边属鞑靼所辖。先年间曾听老辈们讲，数百年前天降此山，山下压了一个神猴，他不吃饮食，不怕寒暑，从昔至今冻饿不死。去年间我曾亲见过他一面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看看。啊，有施主在，我倒不怕。我倒也想看看他长得是何模样。走。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，我好保你西天取经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快点，师傅，快叫徒儿出去啊！你叫我师傅？当然了，不是叫你还是叫谁呀？这是为何？你可是西天取经人？正是。那就对了，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扰乱了天庭，被如来佛祖压在此处。前者观世音菩萨说领了佛旨到东土寻求取经人，还让我留在此处皈依佛门，等候取经人认他为师傅啊。方才我听你2人在山上讲话，故此才管你叫师傅啊。原来是观音菩萨点化。你虽有善心，有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，只是我没有斧凿，如何救你出来啊？不用斧凿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自会出去啊！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这山上有个金字贴，你把它接了，我自己就出去了。那好，刘施主，你我上山走一遭吧。圣僧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可是只妖猴，说不定放出来又要祸乱天下。没准圣僧跟我是第一个丢性命的。是真的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啊，这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师傅，信我，师傅。哎。
弟子陈玄奘，特奉旨求经。若有师徒之分，皆得金字救出神猴，同证灵山。若无师徒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骗弟子，不成吉庆，便皆不得起。吾乃临崖大圣者，今日他的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先封皮去也。阿弥陀佛。我已接了押帖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师傅，您二人远一些，越远越好啊！再远，再远，再远！好惊险！您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我没事。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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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该下来了吧？徒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来了！师傅，这位大哥，有劳你送我师傅，还帮我摘了头上的杂草，谢了啊！徒弟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孙。那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。不劳师傅圣意，我有法名，我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也正合我们的宗派。我看你就像那小头陀一般，为师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孙行者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孙行者，孙行者。长老，恭喜您收了个好徒弟，我还以为放了他会害了你我的性命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虽然是个猴儿，但是我还知道言而有信，知恩图报啊。冒犯，冒犯，只因为是人，还多的是言而无信、恩将仇报之徒。我这下可以放心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保护长老往西天而去。我得告辞了。多谢壮士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容贫僧回城时再行答谢吧。长老无需多礼，后会有期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师傅，请上马，咱们该上路了。
师傅，我老孙在山下压了500年，终于可以出来松松筋骨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老虎，师傅别怕，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咦，这宝贝500年不曾用过，今天出来吃饭啦！做衣服，悟空，师傅，你看多漂亮啊！悟空，悟空，虽然这老虎咬死我2个随从，但毕竟也是生命啊！哎，师傅，我若不杀他，他便吃了你；我若不杀他，哪来的新衣服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多漂亮啊！不瞒师傅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算是条龙，见了我老孙也不敢无礼。等到师傅遇难的时候，再看我老孙的本领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和尚，哪儿走啊？趁早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一命。哼，师傅放心，这些人是给咱们送行李盘缠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悟空，难道你有点耳背？他说要我们的行李马匹，你怎么反过来说要他们的衣服盘缠？师傅放心，你尽管看着行李马匹，看我跟他们争执一番再说如何？哎，双拳难敌4手，他们6条大汉，你就1个人，怎么争持啊？请问列位大哥，为什么不让我小和尚过去啊？我们是这路上的检境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远播，劝你早早留下东西，放你们过去。若有半个不字，让你们粉身碎骨。我们家祖传也是大王，怎么没听过列位大哥的名字？你居然不知道？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我们一个唤作眼见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长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优。原来是6个毛贼呀！哼，可知道小和尚是你们的爷爷？快点把你们抢的财宝都给我分出来，不然我就打死你们！这和尚分明找死！我看也是，不给我们东西也就算了，反而想管我们要东西，哼，还有这种事儿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一起上，灭了他！悟空小心！干死他！
过得去吧。你们打的手也酸了吧？刚刚老孙拿个银针出来跟你们玩玩啊！原来这个和尚是会针灸的郎中变的，我们有无病症？你别懂事啊！悟空，别打死人了！师傅，你看，咱们可以上路了。那些贼都被俺老孙缴了。你太残忍，太狠心了。他们虽是强盗，就是拿到官府也罪不该死啊。你只需打退他们就行了，怎么能打死他们？你无辜伤人性命，如何做得了和尚？无故伤人？哎，师傅，你没看见他们在我头上打了几十棍子吗？再说，换了别人早就成了肉饼了。你又哪里知道他们在此害死多少人呢？师傅，再说，要不是他们动手打我，我怎么能伤他们呢？他们是强盗，你是和尚，怎么跟他们一般见识？出家人扫地还唯恐伤及蝼蚁性命。为了爱惜飞蛾，要用灯纱照起灯火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怎么一点慈悲好善之心都没有？什么叫青红皂白？师傅，你瞎了！我若是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打死你。唉，我这出家人，宁可死了，也绝不敢行凶。我就是死，也只是一个人，你却杀了他们6个人。此事若告到官府，就算是为师替你说相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说不过去啊。不瞒师傅说，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的时候，不知道打死多少生灵呢。这要是告上官府，那有的是状要告了。就是因为你没人收服，没人管教，暴横人间，7天望上，才受这500年之难。你如今进了沙门，若是还像当时行凶一味伤生，你根本去不得西天，根本做不得和尚。你既然说我做不了和尚，也上不了西天，就别费那么多唇舌骂我了。老孙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老孙去也！这悟空如此不受教诲，说他几句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罢了。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啊？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呢？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奉圣旨前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。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，此去有108000里路。你这等单人独马，又没个伴侣徒弟，你如何去得了啊？贫僧日前也曾收到一个徒弟，可是他性颇凶顽，不听管教。我只说了他几句，他便径自而去了。我这儿有一领棉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，
原是我儿子用的，他只做了3日和尚，便不幸命短身亡了。长老，你既然有徒弟，不如我把这衣帽送与你罢了。你那徒弟往哪儿去了？东行而去了。啊，我家也在东边，倒也顺路。这里还有一篇咒文，叫做定心真言，又名作紧箍咒。你要谨记，你可暗暗地念熟，牢牢地记在心头，别泄露给任何人知道。我去赶上你徒儿，叫他再来跟着你。你就把这套衣帽给他穿戴。他若不服你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就再不敢行凶，也不敢离你而去了。多谢老母惠赐。原来是观音菩萨化身点化。多谢观音大士相助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必定就是定心真言。脚下便是东海了。过了500年了，也不知花果山变成什么样了啊！观音菩萨，参见观音菩萨。孙悟空，你不保唐僧西去，来东海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唐僧是个好坏不分的傻和尚，为了保他西天取经，路上只不过打死了几个强盗，他就说我残暴，一路上唠唠叨叨个不停，烦死了！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先前总要怪无人教导于你，而今好不容易得了个师傅，却又不肯受教。此后再有个不顺心不顺意的事，可休要再怨天怨地。菩萨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跑到这东边来干什么呀？大士向东海龙王借了一幅宝图，说是要去度化冥顽不灵之徒。图，什么图？还能度化人？哎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？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在人间发生的故事，所以大圣未必知晓。这叫做移桥三进旅。移桥三进旅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画中的老神仙叫做黄石公，画中的年轻人乃是汉代的张良。有一天，黄石公坐在移桥上，忽然鞋履落于桥下，就叫唤张良取来。张良连忙取来，跪献给黄石公。黄石公又故意把鞋子落下，再叫张良捡来。如此来回3次，
张良居然没有一点生气不耐烦，也不认为是受到藐视或欺辱。哦，那这黄石公三番两次的折腾他，肯定有什么原因吧？黄石公因此爱他勤谨，夜授天书，着他服汉。后来果然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太平后，张良弃职归山，最后悟成仙道。大圣若不保唐僧，不尽勤劳，不受教诲，到最后仍然只是个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老孙回去保唐僧就是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？我在等你啊。我说话重了点儿，你就使性子跑掉，我又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，只管在这儿等你，等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师傅，你饿了啊？徒儿去给你化斋去啊！悟空，不用化斋，我那包袱里面有些干粮，你拿钵盂寻些水来，等我吃过以后再赶路吧。师傅，这衣帽是东土来的吧？好漂亮啊！是刚才一位老妇送我的，为师用它不着。师傅，送给我吧。你若能穿，那就穿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。真漂亮，真漂亮！好疼啊！难道是这个帽子？怎么脱不下来呀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生根了。听叫了。
不敢再打了，不敢再打了。这是谁教你的咒啊？这问之何用？教我之人必也知道此咒，念将起来，你定消受不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求求你，也别没事把这咒儿念出来折腾弟子。弟子愿保师傅西天取经，再无退悔之意呀，师傅。你若肯受教，为师怜你尚且不及，哪里忍心伤害你？起来吧，起来。以后要洗心革面呐。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悟空，是哪里水响的？师傅，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头涧，想必是涧里的水响吧？啊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好清澈的水呀！只是若无船只，如何渡涧呢？师傅，我先去看看水有多深，没准能让白马给您驮过去呢。师傅，快跑！快跑，师傅！阿弥陀佛，那妖龙竟吃了白马，这千山万水，可怎生走得呀？再说，这白马跟了我许多时日，受尽劳苦啊，怎么就落得如此下场？师傅，你别这么脓包行吗？这点事儿也值得哭一鼻子。好了，你先在这坐着休息休息，带我去寻那妖龙，把咱的马找回来。哼！